沙图恩的裙摆是由我本人创作，洛天依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永银轩的3专《行星 Infinity》，首发于上海 CP16漫展。这些是2015年的事儿。这首歌呢，曾2度登台洛天依的生日会。这些是2019年和2022年的事儿。Hello， 跳师傅又回来填坑了。今天的老歌翻新系列，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首当年怀疑是我被盗号写出来的沙图恩的裙摆。我知道喜欢这首歌的同学还是挺多的，首先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欢。所以关于这首歌的来历呢，我打算多聊一会儿。2014年底永银轩的小伙伴们凑在一起，准备筹备第3张专辑的制作。鉴于前2张碟呢都是一个大乱炖性质的专辑，于是大伙坐在一起商量，我们要不要定一个主题。后来大家投票表决，敲定了行星这个主题。在分配曲子的时候，我啪的一下很快，我就把土星给抢走了。我抢土星的理由其实非常无厘头啊。世嘉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只是因为世嘉94年出过一款主机叫土星，跟我年纪差不多，应该都知道啊。选完土星之后，我就在想土星能写什么呢？虽然说世嘉当年主机大战翻车黯然离场是挺让人惋惜的，但我自己手头不是 PS1 就是 GBA， 那我搁这儿哭丧显得多假呀，是吧？赶紧换个思路吧。于是俺又寻思那我这几年一直其实更像是一个整活 UP 主的定位，选题健康的投稿其实都没几个，对，要不干脆就一反常态，咱来一首特别认真的曲子好了。那正好之前就有一首V 家的金曲里面的这个弦乐编制特别的戳我，搞得我也特别想去写一首柔情的大编制。这首歌呢，就是来自Jin的文乃的幸福理论。很快时间就来到了2015年3月，那会儿正值我毕业答辩的关头当时老校区离我家也不远，每天在这个往返的路上就开始构思这首歌，我就想一些跟宇宙星空有关的一些美丽的措辞。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这首歌的歌词，我第一句想好的，不知在何年何月还能否想起你运行的轨迹。随后整首歌词曲的部分就是围绕这一句展开的。至于把土星光环比作沙图恩的裙摆，这个点子呢，也是在我某一次路上灵光乍现而确定下来的。这一刻，跳师傅邱元康灵魂附体。身为作者的我，对这首歌确实也是实打实喜欢了很多年，以至于这次翻新的时候，我全程保持着一个谨小慎微的状态。一方面，我是真的很想把当年这些没做好的地方逐一打磨清楚，但我又总是害怕我一不小心做过头，把当年那个气质给弄丢了。这种反复拉扯取舍的状态还挺微妙的。接下来我们打开我的老工程，大家最好也戴上耳机来听。当时我的手头的合成器是升级成了罗兰的 FA08， 这个也是隔壁木吉卡片厂大祥老师用的同款键盘，就问你带不带派吧。接下来我也就是先展示曲子里用到大祥老师的音轨如果你也恰好有一台 FA08， 你可以对着我轨道上的命名去找到沙图恩的同款音色。首先是开篇很有标志性一左一右的2个竖琴，其实呢，这一对竖琴 MIDI 味是蛮重的，我也试着去把它换成一个更真实的竖琴音源，但听上去真的就没那味儿了。就像这种特质特别突出的音色早刻进 DNA 里头了，改不了一点。所以呢，我只略微调了一下声场和 delay 的比例。然后这首歌贯穿全曲的钢琴部分是我当时直接手弹的。当然弹进去之后，我会在 MIDI 里再把音符稍微修理修理。开头这段钢琴我当时写的还挺灵性的，而且这个音色本身也很舒服。我本来打算就这么直接用的，直到我注意到这个波形里它自带了一点声卡录音的底噪。按正常逻辑来说是要掏出降噪插件去清理，然而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仨字儿：模拟味儿。于是我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多压了一些动态，还加了比较多的磁带饱和，干脆再脏一点。结果最后钢琴变成了这样。这种温暖做旧的质感跟这个歌气质也挺搭的，是不是？然后是全曲中唯一的一个合成器 pad， 这轨的底子本身是 OK 的，但有一个问题，它高频的那个嘶声我觉得有点过多了。
我一开始打算一口气把这个4声直接高切全切掉，结果一切呢，前奏的这个空气感，或者放在这首歌里应该叫宇宙感就不见了。让人感觉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缺失，所以最终我选择的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让这个4声还是保留一些，但不多，那个宇宙感还在就行。接下来说木管，这个大响老师不是 FA08 贡献了一个双簧管的音色，另外还有一高一低2个黑管的音色。其实以上这3轨木管我都觉得音色不太对劲儿，新版里就被我换掉了。这个等下放在弦乐的部分我一起说。最后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爱尔兰长笛。从这一轨开始，剩下都是电脑里的软音源了。当时这个爱尔兰长笛愣是让我当成洞箫在吹的感觉，反正我挺满意的。这个稍微用2A 压缩器控一下动态，加点饱和，扎实一下身子骨，我又给了个delay，提供一点宽度深度。然后长笛乐器嘛，按照管弦乐这个约定俗成的摆位，我把它往左放一点。接下来说打击乐，这首歌的主要打击乐是太鼓，我也叠了好多轨啊。其中有几轨我是当时求助同样是永音轩的一位 P 主肉酱，他帮我做了一部分，但老实说太鼓这部分我当年真的没处理好，就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白瞎了我玩那么多年太鼓达人啊。总之先听下原版吧。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单听着还好呀，单听是还行，但放进全曲里头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你看这个弦乐一进来啊，太鼓重拍之间的这个细节一下就几乎听不见了。当时准备这么多轨太鼓，我本意是想做出那种层次分明、大气又不失深度的合奏。然而这些鼓它每一个低频都很多，我当时也没有合理分配它们的层级关系。低频的部分也是你争我抢，同时我也没有考虑过它跟弦乐、人声这些在频段上的配合，最终结果就是越叠越糊。因为鼓的这个内容有点多，我不挨个说，我大概把整体思路过一下。我这次是把太鼓按照节奏型分为东和卡2组，太鼓老玩家是这样的，东的部分就是4轨，而且其中有3个节奏型基本上是一致的，剩下那一个是一个压重拍的 sub hit， 就超重低音，现在我就选定这个 sub hit 作为低频的绝对主体，其他3个就去让 sub hit 的低频做侧链的避让。那 sub hit 不响的时候，剩下3个太鼓我也只保留其中1个去做低频的担当，同时这3轨也都需要去除一些中频上不好听的频率。就像刚才这种齁嗓子的声音，把太鼓搞得就很肉很呆，还会挤占这个弦乐和人声的中频，所以我直接挖掉，再配合一些常规的1176压缩、胶水压缩，基本上就成型了。至于这个咔的部分相对简单一点这里面有一个跺脚的采样，这个单听是挺爽的，但放在整首歌里有点过于厚重，就反而是太鼓敲鼓边的那2轨显得单薄了一点。所以我这里做法是把跺脚声打薄了，然后再给敲鼓边的声音加了一个 cloner 复制器，去模仿这个多人齐奏的效果。接下来给他们直接挂上混响，我连着混响一起过压缩。这里是因为我想把原本这个点状的咔变得更像是一整片哗那种趋势。最后我们来听一下整个鼓组的新旧对比吧。之前鼓会让我感觉有点像棒槌打棉被，发不上劲儿。现在整体感觉就硬朗了不少，重拍之间的节奏型也明显出来了。当然这次说到鼓的处理的尺度，我是真的不太好拿捏。如果做太硬了，变成好莱坞预告片那种哐哐哐哐哐那种糊脸的鼓，那完犊子了，跟这歌一点都不搭。咱整体还是要坚持一个温柔的路线。
接下来除了太鼓之外，第二段主歌我还有一小段，当时有小伙伴弹幕说以为是心跳的声音。其实这个是一组电鼓的采样，外带了一点点 shaker， 我觉得挺好的，能跑得通的代码你就别去动。那么接下来终于到了最为主体的管弦部分。首先我当时用的是旧版的 Cinematic Strings 2， 挺老的一个音源，而且是第一次写弦乐的大编制，真正的毫无经验，从零摸索。当时我坐在屏幕前就纯靠脑内拨片，把这个主旋律、和声走向、副旋律这3大块雏形先脑补出来，简单还原下当年的场景，大概会像这样。草稿做到大体顺耳了之后，我就把录下来这些 MIDI 去分配给各个弦乐的声部。其实早在编曲开工之前，我就把这一段间奏充分的脑补过了。整首编曲也是先有了这一段间奏，我才反推出剩下的部分。另外，当时为了节省资源，我没有打开音源的 legato， 就是连奏的技法。这样是有个好处，你可以在一轨里头写2个声部。那会儿我台式机还是 i5 代处理器760，配着 16G 的 DDR3 内存。以当时这个硬件条件，如果硬要去拆声部，我再多挂3轨弦乐音源，我的破电脑当场就如今电脑配置早就完爆当年了，这再不好好把弦乐修一下，我觉得我都对不起这首歌。我就把所有的旧版弦乐替换成它的升级产品 CSS， 绝大多数的这个编排我是保留的，我只稍微修了修内声部写的可能不太合理的地方，很少。像刚才在一轨里写2个声部的内容，我直接全部拆成2轨，同时把长弓全换成 legato 技法。短弓的部分 CSS 里给你很多种不同的短弓，细抠一下，怎么像真的怎么来。然后我又把 CSS 的4个分轨麦克风全部打开，调整一下进场的麦克风的比重还有声像，把整个弦乐组的宽度拉开。当然这种拆法内存占用是蹭蹭蹭的涨，好在我现在 128G 内存顶得住，这年头内存都是金子做，你嫌贵我还嫌贵呢。接下来我适当提升了一些高频，再削弱一部分运弓产生的中低频噪音就这种声音，听到了，就很碍事的声音。齐奏部分的弦乐修完之后，我又叠了一套 CSS 的 solo strings，以及一套 Swarm Engine 的弦乐 solo。它是能明显提亮整个弦乐的细节表现。不过因为不同的音源 legato 延时差别很大， MIDI CC 的控制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几轨的音符我几乎是一句句从头开始调的，真的相当费劲儿，想求个3连回口血啊，同志们。然而调完弦乐我还觉得不够啊，我索性又用 Swarm 挂了一整套木管，不光是替代我刚才说的不太得劲儿的单簧管、双簧管，我还加了长笛、中音长笛，它去辅助一下小提琴的旋律线，大家可以听一下整个叠起来的效果。然后咱们跟原版交叉对比一下，这个戴耳机应该会更明显。听下来呢，原版的整体会有一点点轰头，总感觉声场的中间顶起来了一块。新版的听感更透气儿的同时，它也给太鼓有留出足够的低频的余量，尤其是叠上 solo 之后，有一些细小的滑音啊、柔弦这种细微的触感，会让整体弦乐感觉是听上去更有人味儿、更有感情。整个声场也变得更像是一个圆弧形的环绕，在声场的中央呢，也给人声留下了足够的位置。好，既然说到人声了，我们最后就来看看洛天依演唱的部分。
就像刚才说的，原版的中低频部分没有给人声留足够的空间，再加上我当时想做出那种悠远的轻声细语的演唱，我就把 Vocaloid 里面的 breath 气声的参数拉得很高，这个就导致一些问题。我直接放一下原版的主歌你就知道了，大家重点留一下这句歌里触摸这2个字的听感。伸手却无法触摸，是不是明明感觉这个声音本体应该是离听众很远，同时呢又有一个嘶的声音顶在很前面？我们再听一遍。却无法触摸，对吧？这2部分都是出自同一个点位，同一个人的声音，就硬生生被拨成了远近2层，就不太对啊，这种听感。声源距离你越远，这个高频的衰减应该是越多的，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嘛，该尊重的还是要尊重。那之前就有小伙伴问我啊，老歌翻新有没有重调一下人声的可能性？这次我就心想啊，刚才那么多轨弦乐我都一个个修过来了，再一鼓作气搞一个 vocal 有何不可？ No， 都可以 No。 如今洛天依好几种引擎可选， V3 V4 V5 Ace， 那我果断选了 X Studio， 因为这个不用花钱啊。调音的过程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我上一次使用 Vocaloid 那都是2018年了，现在我4舍5入是个萌新，第一次调教出头稿，菜鸟学习新技术了，属于是。正好 X Studio 能把我 V3 原版的这个人声波形直接拖进去生成 MIDI， 这点还是不错的。但他每次改参数就要等这一整句线上重新渲染一遍，还要等挺久的。像我这种喜欢反复来回微调的人啊，一时半会儿还挺难适应这种节奏的。我是用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参数，把主唱和和声都重新调了一遍。这里我主旨还是想尽可能保留原版那种轻声细语的气氛，但我也有在个别地方尝试着去加强一下动态。只留下了我一人与思念的倾盆。X Studio 引擎的洛天依给我感觉还挺像原版 V3 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儿。我还担心新引擎变得太多，让老观众听着出戏呢。毕竟我一直在说嘛，原版印象早就深入人心了，那我不想变太多。话说回来，我有看这个新引擎做出来的波形，它频段方面明显是比之前饱满了很多，这个对混音来说是很友好的。终于不用因为害怕歌手底子太虚而疯狂去加压缩了。所以这次基本上除了常规的 clip gain 对轨、去齿音、EQ 这些之外，就是1176加 2A 的黄金压缩组合，再配合一些多段压缩、大混响、大延迟，深度还是要的，最后少许的平行压缩。仿佛在耳边呼唤着的声音，来自遥不可及的距离。这些跟处理真实人声的手段其实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然后我这次做的过程中也有去参考一些类似风格的商业音乐，对比下来我也是发现原版的人声确实是偏小了一点，所以这次我是真的有抬高主唱的音量。另外呢，原版 V3 的洛天依的那几轨我也没有浪费，在副歌的部分我是直接把它垫在了 X Studio 这个人声的下方，当做一个 double 的轨来用了。仿佛在耳边呼唤着的声音，来自遥不可及的距离。这样主副歌之间能产生一点点微妙的厚度上的区别。背景中2个声部的和声，我同样也是一边放个 X Studio 一边放个 V3， 2个声部就是4轨。星辰散落在手心，化作沙粒，正好解决了我原版没有分左右2版写 double track 的问题。总线方面的做法跟前2期差不多，我就不啰嗦了。无非就是这次没有用 Ozone， 我加了一个 Shadow Hills 的压缩，而且用的是 Mid-Side 模式，这样可以把中央和2侧声场的关系稍微分开控制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听结果对比吧，依旧是我挑选部分段落，红色是原版，绿色是新版，统一的响度。那么开始播放。在星海漫过沉默，日渐流苏，人苍穹闪烁，去白丝你身影环绕我，伸手却无法触摸。仿佛在耳边呼唤着的声音，来自遥不可及的距离。裙摆忽然扬起，思绪将我囚禁，埋葬在溶液里。
还是那么好听。除了人声突出了很多，鼓的层次、弦乐的细节这些该出来的都出来了不少，而且因为总线有这个平行压缩的关系，我新版的动态范围会小一些。说人话，就是原版里比较弱的段落，那就是真的太弱了，跟新版一比就显得特别小。总体而言，我觉得新版的听感会更现代一些，整体离观众更近一些。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种变化？其实我心里很没底儿，因为我对这首歌也是有特殊的感情的。这次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啊，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听完之后直观感觉是新版的明显动静大，对吧？但我看了一下表头，平均响度呢，反倒是旧版比新版高了0.4，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啊。好了，今天的复盘就到这里吧。喜欢的话记得一键3连，在下感激不尽啊！这次翻新的完整版依旧会在几天后投稿，大家敬请期待。老歌翻新系列我打算暂时告一段落，因为我觉得也确实该写新曲子或者更新一下我的教程了。麻烦再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吧，同志们。那么下个视频再见了，拜拜。